時間翻到去1881年7月6號，地點係 Luxor 嘅 Deir el-Bahari 底比斯墓地。如果你去過 Luxor， 一定會對嗰座依山而建、擁有獨特3層廊柱設計女王 Hatshepsut 嘅殯儀廟有印象。但係今日我哋要帶大家去嘅案發現場，唔係神廟，而係喺神廟後邊隔離嗰座叫做 Quernor 嘅崖壁，一個隱藏喺懸崖絕壁之間，平日連影都冇嘅神秘洞穴。喺嗰一日，嚟自開羅博物館嘅德國考古學家 Emil Brugsch 喺一個叫做 Mohammed 嘅當地人帶領之下，冒住生命危險爬上咗嗰條平日根本人影都冇嘅羊腸小徑，一步一步去揭開一個保守咗3000年嘅秘密。當佢哋終於摸到入口嗰一刻，Emil 心入邊其實已經知道下邊等緊佢嘅唔會係普通發現，因為帶 Emil 嚟呢度嘅 Mohammed 並唔係普通導遊咁簡單，而係一個啱啱先至親眼見住細佬俾人嚴刑逼供，驚到失魂落魄而選擇出賣家族秘密嘅盜墓家族大佬。喺佢驚恐嘅眼神注視之下，Emil 將腰間嘅麻繩綁實，深呼吸之後，慢慢將自己掉落一個成4層樓高嘅深坑入邊。越落越深，啲空氣就越凝固，嗰陣焗咗成3000年，完全冇流通過嘅腐朽味，直頭係排山倒海咁湧埋嚟，令到 Emil 幾乎窒息。當佢雙腳終於掂到地嗰刻，佢手震震點着支蠟燭，喺搖曳嘅微弱燭光之下，眼前嘅畫面令到佢完全嚇窒咗，甚至以為自己焗到產生幻覺。因為喺呢條只有幾尺闊、狹窄到連轉個身都難嘅走廊入邊，堆積住嘅物件竟然多到堆到上天花板，周地都係散落嘅雪花石膏罐、裝陪葬公仔嘅木盒。最震驚嘅係一副疊一副，一直堆到上天花板，塞到密不透風嘅木乃伊棺材。Emil 舉起燭光控埋去一睇，慢慢讀出棺木上面嘅名號嘅時候，成個人都開始震，個腦一片空白。因為喺呢個老鼠窿入面瞓嘅唔係普通人，而係古埃及歷史上嘅終極鑽石陣容。首先係德羅斯3世圖特摩斯3世，佢可以話係古埃及版嘅拿破崙，一生征戰未嘗一敗，將埃及嘅版圖擴張到極致。跟住就係 Seti the First 塞提一世。如果你去過卡納神廟，見過嗰個由134條巨型石柱組成、宏偉到黐線嘅多柱大廳 Hypostyle Hall， 冇錯，就係佢嘅傑作。最誇張嘅係 Ramses the Great 或者 Ramses the Second， 拉美西斯2世或者拉美西斯大帝，本尊就瞓咗喺 Seti 腳邊。呢個做咗66年嘅法老，生咗成過百個仔女，自稱萬王之王嘅男人。平時佢嘅巨型石像喺埃及多到幾乎轉個彎都見到啊！而家居然好似難民咁失足咗喺一個角落。問題係點解呢班曾經不可一世、擁有無上權力嘅法老王死後唔係舒舒服服咁瞓喺帝王谷嘅陵墓入面，而係幾十人逼埋一個不見天日、冇裝修嘅爛鬼山窿入面？到底係邊個將佢哋由豪宅搬劏房？目的係為保護佢哋，定係掩蓋更大嘅真相呢？而今日嘅關鍵人物，嗰個叫做 Mohammed 嘅村民，又係何方神聖？呢個隱蔽嘅角落3000年都冇人知道，佢又係點樣發現呢個皇家寶庫？街坊沖定杯咖啡，坐定定。YOLO街今集帶你直衝埃及嘅 Luxor， 由3000年前嘅祭司到19世紀嘅現實版盜墓世家，等我哋一邊去旅行，一邊揾真相。喂 ，Hello 街坊們，歡迎你翻到嚟啊！我係 Bonnie， 你嘅街坊主持人。今集我哋就由皇帝谷現場實地講起。大家睇我身邊呢啲壁畫，哇，啲顏色鮮豔到好似琴日先畫上去咁。呢度呢，就係 Seti the First 塞提一世嘅陵墓 KV17， 好多人都公認呢度係成個埃及最靚、保存得最完美嘅墓。入嚟呢個 Seti One 嘅墓呢，即係好似嚟咗個迷宮咁樣，行極呢都行唔完嘅。當然，埃及政府咁識做生意，想入去朝聖，普通門票唔包嘅，要另外課金先得，
成為2000埃鎊，即係大約300零蚊港紙。雖然貴，但係正所謂來都來了啦，個個都係乖乖地俾錢入場。不過當大家掛住影相打卡嘅時候呢，好多人唔知道一個幾諷刺嘅事實，就係你俾幾百蚊入場，入到嚟其實只係睇緊一個最靚嘅空殼。因為當考古學家打開呢個墓嘅時候， Seti the First 嘅木乃伊根本就唔喺度。唔單止係佢，如果你行去隔離 Ramses the Second 拉美西斯二世個墓，甚至係偉大嘅 Thutmose the Third 圖特摩斯三世個墓，結果都係一樣，人去樓空。原來佢哋全部都被失蹤咗，集體被搬運去到一個叫做 TT320 嘅隱蔽懸崖洞穴入面。呢度唔係一個普通嘅墓，簡直就係一個皇室貨倉。喺1881年被發現嗰陣，入面塞滿咗50幾具木乃伊。你諗下，拉美西斯大帝、塞提一世、圖特摩斯三世，成班神級人物就好似香港劏房戶咁，幾十人逼埋一個冇裝修嘅祭司墓穴入邊。不過最離奇嘅唔係個墓本身，而係發現佢嗰個人。大家可能以為咁大單嘢一定係好似 Indiana Jones 呢啲考古學家揾到噶啦，錯晒。發現呢個驚人寶藏嘅唔係考古學家，而係一班住喺山上邊被視為罪犯嘅村民。今日我哋講嘅唔係官方歷史，而係埃及現實版嘅盜墓世家的故事。要揾出真相，我哋就要將時間撥返去1870年代尾。當時掌管埃及文物局嘅大佬叫做 Gaston Maspero， 我哋就叫佢做 Gaston 啦。佢發現喺市面上出現咗一啲好唔尋常嘅現象。喺巴黎同倫敦嘅黑市，突然之間多咗好多第21王朝嘅皇室古董。最奇怪嘅係呢啲唔係爛溶溶嘅碎片，而係非常之高品質、博物館級嘅真品，甚至連大祭司 Pinejam 嘅亡靈書都有。Gaston 就意識到唔對路，咁高質素嘅貨一定唔係普通盜墓者求其掘到嘅，背後肯定有一個從未被發現、保存得非常之完美嘅大型墓穴，俾人偷偷開咗箱。於是 Gaston 化身神探，佢一路去追蹤古董嘅來源，由歐洲嘅拍賣行追到去盧卡索嘅經銷商，最後所有線索都指向同一個地方 Qurna 古爾納村。呢個 Qurna 究竟係咩地方？呢度係 Luxor 西岸山腳一條好特別嘅村，同平時見到嘅埃及農村唔同。呢度嘅人唔係靠尼羅河耕田開飯嘅。試諗下，如果你屋企個地牢隨手掘下就成堆價值連城嘅古董，甚至成班法老王嘅木乃伊都其實喺你腳底，你會點做？對於呢度嘅人嚟講，考古唔係科學，係生活。佢哋有一種獨特嘅經濟模式，就係靠山食山，靠墓就梗係食墓啦。喺19世紀，因為未有現代嘅文物保護法，對於住喺呢度嘅村民嚟講，腳下嘅古董唔係受保護嘅文物，而係大自然賜俾佢哋嘅收成，就好似農夫收割小麥咁。佢哋就喺後院度掘個窿，收割嘅呢就係聖甲蟲啊，用嚟陪葬嘅 Ushati 啊、Papyrus 沙草紙等。而喺 Gaston 嘅調查名單入面，鎖定咗呢條村入面最有勢力嘅一個家族 Abd el-Rasul 家族。呢個家族喺呢條村食物鏈嘅頂端，佢哋唔單止係村民，直頭係當時嘅古董大亨。佢哋世世代代都係靠食死人飯，係真正掌握住帝王谷所有秘密嘅主人。講開又講啊，記得呢一次去 Luxor 旅行嗰陣時，我哋個導遊呢就私底下同我哋話，佢阿媽嗰邊嘅親戚居民就係呢一個傳奇盜墓家族嘅後人。佢仲細細聲同我哋話，其實直到今時今日，住喺神廟附近未被政府搬遷嘅村民，夜晚依然會有人偷偷地上山揾食。佢哋唔係去探險，而係去古墓周圍掘下有冇啲細細件容易甩手嘅陪葬品，攞去賣俾遊客或者歐洲嘅收藏家。好啦，講翻去正題。喺嗰個時候 Abd el-Rasul 家族有3兄弟，大佬 Mohammed、二哥 Solomon 同埋細佬 Ahmed。成個山頭佢哋直頭熟到眯埋眼行都得。對於外國考古學家嚟講，皇帝谷就係一個迷宮，
但係對於呢三兄弟嚟講，呢度基本上就係佢哋嘅私人夾萬。當時佢哋黑白兩道都通，專門做遊客同埋外國領事嘅生意。Gaston 神探就相信就係呢三兄弟收埋咗通往法老寶藏嘅鎖匙。鎖定咗目標之後， Gaston 就冇同你客氣。1881年4月，佢下令拉咗細佬阿 Ahmed。當時審訊非常殘酷，警察用河馬皮做嘅鞭嚟招呼佢。阿 Ahmed 被嚴刑拷攻咗幾個禮拜，打到皮開肉爛。不過呢條友真係硬，死都唔認，堅稱自己只係一個普通小村民啫。因為冇證據，警方最後都唯有放人。不過阿 Ahmed 翻到咗屋企之後呢，個人就變咗啦。佢覺得，喂，我好歹都同家族受咗咁多皮肉之苦，係咪應該要分多份錢做湯藥費呢？各位街坊，自古以嚟瓦解一個犯罪集團嘅，往往都唔係警察，而係最簡單嗰個分贓不勻。呢個要求當時令到家族內部發生咗大地震。大哥Mohammed睇得好通透，細佬都癲癲地啦，隨時會爆大鑊。再加上文物局已經及到實，與其等攬炒，不如做二五仔啦。1881年6月25號，大佬Mohammed就靜靜雞去揾省長自首，供出咗 TT320嘅位置，以換取特赦同埋獎金。有趣嘅係呢，當官員問佢，喂，咁你哋當初點樣揾到呢一個咁隱蔽嘅地方㗎？Mohammed就講咗一個至今都流傳嘅山羊傳說。佢就話原來喺1871年啊，即係10年之前，佢哋已經中咗頭獎，揾到咗改變佢哋命運嘅大茶飯。Mohammed話其實嗰次係一次好戲劇性嘅意外。話說喺1871年嗰年，佢細佬Ahmed就放羊，隻羊呢就唔小心跌咗落個窿度。Ahmed就好心爬落去救羊，點知一去到就發現咗呢一個裝滿幾十個法老王嘅秘密基地，真係講到好似個天整定要送呢份大禮俾佢哋咁。不過歷史學家普遍都覺得呢個只係一個用嚟掩飾罪行嘅故仔，真實情況係呢個家族幾十年都喺度洗樓式咁守山啊！佢哋熟過山頭，仲熟過自己後花園。揾到呢個墓，一定係實力同埋貪位嘅結果。無論係隻羊啊，定係洗樓式嘅守山，大哥Mohammed的確帶咗考古隊去到現場。接落嚟就發生咗我哋開頭嗰一幕啦。Emile 爬入山窿，面對面見到嗰班終極鑽石陣容嘅法老王。不過之後發生嘅事呢，就係現代考古學家睇到都會嘔血嘅48小時大遷徙。話說當日，當 Emile 終於回過神，意識到眼前呢個發現係有幾驚天動地嗰陣，佢第一時間唔係開心，而係超驚。佢驚 Abd al-Rasool 呢個家族或者其他村民會走嚟搶嘢，所以呢，怕夜長夢多，於是就做咗個非常之草率嘅決定，所有嘢即刻全部搬走。佢一口氣揾咗300幾個村民，誓要喺48小時之內將呢個封存咗3000年嘅墓穴清空。大家試下想象，嗰條樹井又深又窄，啲工人就咁求其用條繩將啲嘢吊上吊落，啲棺材又拉又扯又撞，連啲牆都撞崩埋，周地都係碎片。就係因為咁趕，當時祭司點樣安葬法老，啲陪葬品個擺位係點樣，呢啲珍貴資料呢，就咁永遠消失咗。雖然過程粗暴，但係當呢批木乃伊被運上船，沿住尼羅河去開羅嘅時候，竟然出現咗一幕幾催淚嘅場面。據說沿岸嘅村民，無論係男女，都走出嚟送別。女人按照古法披頭散髮痛哭，男人就向天鳴槍致敬，就好似現代嘅埃及人穿越時空去送別佢哋嘅法老王一樣，充滿咗敬意。不過當船去到開羅嘅布勒碼頭時，氣氛就突然由感人變成搞笑啦。因為貨物入城當時係要過關，要交入城稅嘅，但係班稅務官揭爛佢本稅務冊啊，都揾唔到究竟皇室木乃伊要交幾多稅呢？傳聞佢哋最後唯有將偉大嘅拉美西斯大帝同埋其他大帝當做咩呢？ Captain, they found it.
當做鹹魚嚟入冊徵稅。一代帝王最後變成鹹魚，真係問你服未？而故事呢，就唔係就咁完咯。呢個 Abd al-Rasul 家族冇因為呢一次而就咁消失咗。大哥穆罕默德做完二五仔之後，繼續喺個山頭嗰度揾食。10年之後，即係1891年，又係佢帶考古學家去揾到另一個嘅祭司墓。甚至去到1922年啦，嗰位非常之有名嘅 Howard Carter 發現圖坦卡門陵墓嗰陣呢，據聞發現第一級石階嘅就係呢一個 Abd al-Rasul 家族嘅後人，一個負責擔水嘅細路仔叫做 Hussein。 Howard 當時甚至幫 Hussein 戴上咗法老王嘅頸鏈，影咗張相。呢張相據聞至今仲掛喺佢哋家族屋企。可以話帝王谷近百年最重要嘅幾次發現，背後都有呢個家族嘅影子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仲有一個疑問，既然班村民發現寶藏嗰陣，裏面淨係得木乃伊同埋啲濕濕碎碎嘅古董，咁法老王啲金銀珠寶去晒邊呢？拉美西斯大帝咁把炮，在位成60幾年，冇理由陪葬品會少得過圖坦卡門啩？答案可能就要追溯到3000年前古埃及嘅第21王朝。當時埃及國力大大衰退，加上失去咗 Nubia 努比亞嘅金礦，國家窮到窿。而帝王谷因為長期冇人看管呢，亦都變成咗盜墓者嘅樂園。當時掌權嘅阿蒙大祭司，特別係一位叫 Penegem II 嘅大祭司，佢做咗一個名為拯救實為回收嘅驚人行動。祭司們呢，將拉美西斯塞提呢啲先王嘅木乃伊由原本嘅陵墓起翻出嚟，表面上係將佢哋搬去一個隱蔽嘅地方去避難。但係考古學家發現呢啲木乃伊喺重新包裝嘅時候呢，身上所有嘅貴重黃金護身符、面具，甚至棺材上面嘅金箔，全部都被刮走晒。考古學家喺木乃伊嘅繃帶上面揾到當時祭司寫低嘅標籤，證明呢一次搬運係一個官方嘅行動，所以好大機會祭司們係以保護祖先之名，實際上係進行緊一場國家級嘅盜墓。佢哋將祖先身上嘅黃金回收，用咗去救濟當時瀕臨破產嘅王朝。所以當 Abd al-Rasul 家族發現呢個皇家倉庫嘅時候呢，其實裏面已經係一個被官方洗劫過嘅貨倉。講到尾，呢個故事帶出咗一個好有趣嘅迷思。當我哋鬧盜墓家族嘅時候，不妨諗深一層，3000年前嘅祭司面對國庫空虛，名義上係保護，實際將祖先搬去 TT320 做劏房客，順手將祖先身上嘅黃金回收去救國。19世紀嘅村民為咗養妻活兒，迫於無奈去變賣古董。考古學家甚至試過喺48小時之內暴力清空墓穴，話就話係為咗搶救文物。喺呢個帝王谷嘅歷史舞台上，到底邊個先係真正嘅守護者，邊個先至係掠奪者？雖則話祭司當年係為咗救國先至用咗啲金，但講真，到底真係救國定係有人趁機中飽私囊？呢個問題就留翻俾各位街坊自己去判斷啦。如果你係當年嘅祭司，面對國家破產同保護祖先嘅寶藏，你會揀邊樣呢？死守餓死都唔喐任何嘢，定係借住祖先啲金嚟救一救先啦？反正死人都唔用錢噶啦。不過雖然法老王嘅黃金俾人偷走咗，肉身又俾人搬走咗，但係大家記唔記得片頭我哋睇過塞提一世個墓呢？有一樣嘢係連時間、祭司同盜墓賊都偷唔走嘅，就係牆上面嗰啲鮮豔到好似琴日先至油上去嘅顏色。大家有冇諗過件事幾誇張啊？舉個例子，大家都知道西安嘅兵馬俑，兵馬俑其實比塞提一世呢個墓遲咗成1000年先至整。但係我哋都知道，兵馬俑一出土接觸到空氣，原本彩色嘅漆面就會喺幾分鐘之內氧化、捲曲、剝落，最後就變咗我哋而家睇到嘅泥色。但係你睇下 Seti I 嘅墓，
早過兵馬俑1000年，但係經歷咗30個世紀，啲顏色依然 sharp 到爆，全冇甩色咁滯。到底古埃及人擁有啲乜嘢黑科技，可以喺化學技術上面贏過1000年之後嘅文明呢？特別係嗰種傳說中嘅埃及藍，據聞係我哋人類歷史上第一種人工合成嘅顏料，背後涉及嘅化學知識喺當時嚟講真係可以話係劃時代。下一集 Yolo 街就會由歷史台轉翻去科學台，同大家拆解下古埃及嘅色彩黑科技，揭開呢一啲1000年不變顏色背後嘅化學秘密。最後就係如果大家覺得內容唔錯嘅話呢，希望唔介意嘥少少時間撳個 like， 同埋未 subscribe 嘅就記住 subscribe 同埋撳個鐘仔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下一集嘅古埃及色彩學啦。好啦，街坊們，呢集呢就講到呢度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